很多人都有肌少症的問題，雖然你自己不一定覺得，但是只要問問看你自己，是不是覺得最近走路容易累，爬樓梯容易喘，甚至你手握的力量變少了。如果這些問題真的發生在你的身上，你可能就有肌少症了哈。肌少症以前都說一定要吃蛋白質，要鍛鍊肌肉，阻力訓練讓肌肉能夠增量。多吃蔬菜的保護效果主要是在於肌肉力量的維持哦。也就是說，中年的時候多吃蔬菜，老年以後你肌肉的握力會比沒有常吃蔬菜的人好，整個人比較不會衰弱。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你有沒有注意到自己肌力開始流失了呢？你或你的家人有沒有肌少症的問題？你們有沒有開始採取哪些動作來避免自己肌少症發生呢？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我們一起來探索這個問題。在2024年，新加坡發表了一項追蹤了達20萬人的研究，他們發現說只要你中年的時候多吃綠葉蔬菜或者是十字花科還有菇類，統計結果追蹤發現說，到了老年的時候，有吃蔬菜的這一群人他們的肌力比較好，握力比較好，身體比較不會虛弱。那這樣講起來，我只要多吃蔬菜就好了，我幹嘛那麼辛苦的鍛鍊肌肉哈？其實是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是不是覺得肌肉一定要做阻力訓練才能夠增加力量、增強功能？如果你覺得是，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1；如果你覺得不是的話，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0。其實今天會跟他談談吃蔬菜能不能長肌肉。這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研究，在2024年發表在一個醫學期刊叫做《營養健康與衰老》的醫學期刊。其實簡單講，它的結論就是2個。第一個，他說中年如果多吃蔬菜，老年比較不會虛弱。第二個，在論文當中呢，又有討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他們發現說多吃蔬菜的保護效果主要是在於肌肉力量的維持哦。也就是說，中年的時候多吃蔬菜，老年以後你肌肉的握力會比沒有常吃蔬菜的人好，整個人比較不會衰弱。那研究團隊當然也有探討說為什麼。他說，因為蔬菜能夠強健肌肉，防止虛弱，並不是因為它裡面的蛋白質，而是因為蔬菜當中含有很多抗發炎跟抗氧化的物質，例如貝塔胡蘿蔔素葉黃素葉酸硫氰酸這些物質。這裡講到葉黃素，那你們有沒有發現說，綠色蔬菜裡面怎麼沒有講葉綠素，怎麼只講葉黃素？其實是因為任何綠色蔬菜裡面都有葉綠素跟葉黃素啦。只不過是黃色被綠色蓋住了。那葉綠素呢，因為太常見、太普遍攝取絕對不會有不足的問題，所以呢，基本上來講就不談葉綠素，就只談葉黃素，是這個道理的哈。它裡面有特別提到說，十字花科類的食物呢，包括花椰菜、高麗菜這些東西因為它裡面含有硫氰酸，硫氰酸有抗感染跟抗癌的效果哈。菇類的食物呢，例如杏鮑菇金針菇這些菇類的東西，它裡面有多糖體，還有植物蛋白跟麥角固醇。那多糖體呢，本身是可以調節免疫機能，植物蛋白不用說是營養的來源，還有就是麥角固醇，麥角固醇可以轉化成維生素 D， 可以保護我們維護骨骼的健康，也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這些抗發炎、抗氧化的物質協同作用之後呢，就可以減少肌肉的發炎跟耗損哦。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講呢，就減少了肌少症。聽到沒有？它是減少肌肉的耗損，並不是增加肌肉的量跟它的功能。它是讓你不要衰退的那麼快，因為本來就講說我們年紀大了以後，每年肌肉都在衰退，所以到了50、60以上，它的肌肉量絕對是不足年輕時那麼多嘛。所以如果你有吃蔬菜，綠色的蔬菜十字花科類的或者菇類這樣的蔬菜呢，你的衰退會比較減輕，那麼你老年就比較不會衰弱，是這個道理的哈。但是我覺得鼓勵大家吃蔬菜是對的啦。但是如果要跟你講說吃蔬菜你就不用鍛鍊肌肉，這也是不對的哈。要怎麼樣避免老年的虛弱體質呢？應該怎麼做？其實呢，還是要按照科學原理來做啦。這一部分我們就要參考比較有醫學根據的做法哈。邱醫師幫大家找到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呢有提出來要改善肌少症一定要從營養跟運動來下手，雙管齊下，缺一不可。這個應該已經算是常識了首先，營養部分呢有2項營養物質非常重要。第一個就是蛋白質，肌肉本身就是蛋白質，我們身體的構造就是蛋白質，一定要有足夠的蛋白質。蛋白質一定要記得在3餐當中呢均衡攝入，而不是一餐大吃，另外一餐不吃，然後又好幾餐不吃，再一餐大吃，這樣是錯誤的。因為一餐的大吃不能保證它完全吸收，大概超過40到50公克的蛋白質每餐的話，就已經超過消化道攝取的上限，肝臟就已經無法再加以處理，變成浪費。所以呢，我都建議大家說，早餐可以喝豆漿，午餐可以吃魚，晚餐就可以吃肉，2只腳的、4只腳的都可以。豆類製品也可以多吃，讓身體有足夠的材料來長肌肉。蛋白質之外呢，其實還有一個物質很重要，就是維生素 D。
維生素 D 呢，對於骨骼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說，對於骨骼外面的肌肉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說啊，維生素 D 是另外一個預防肌少症的方式。根據統計哈，全球多數的長者呢，維生素 D 的濃度都是不足的。邱醫師也幫大家做過一個實驗哈，像我們這種上了年紀的人呢，我沒有補充維生素 D， 我只有每天曬20分鐘的太陽，而且中間還有斷，但是累積起來超過10天，我自己抽血就已經發現說維生素 D 的濃度就上升了。所以要補充維生素 D 呢，當然你可以選擇營養補充品啦，不過我覺得最健康的方式還是去曬曬太陽啦哈。除了營養以外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運動，運動要規律。而且呢，要有做阻力運動，阻力運動才能刺激你的肌肉，使肌肉蛋白的合成增加，讓你增加肌肉量。肌肉一旦力量增加以后，你走路就更穩，就不用怕跌倒，關節就會更穩定，甚至連一些這裡酸那裡痛的問題都會改善。長輩可以試試這幾個運動，第一個就是太極拳。太極拳是一個非常好的耐力運動加阻力運動，不但能夠訓練肌肉量，還能幫助你訓練平衡的能力，減少你跌倒的風險。那第二個就是深蹲，深蹲呢可以有效的鍛鍊大腿的肌肉跟臀部的肌肉。但是如果你關節不好或者平衡能力不好的時候，一開始練深蹲最好有個椅子或桌子可以扶着慢慢增加那個負荷量，然後再慢慢不需要支持能夠做深蹲，找到最適合你自己的方式很重要。第三個是舉啞鈴，舉啞鈴像邱醫師有個可調重量的啞鈴我經常要求自己每個禮拜至少要做2次或3次的阻力運動練肌肉。你如果沒有這種可調重量的啞鈴，你也可以用隨身可取的東西，例如說寶特瓶或者像邱醫師有時候背包很重，我就拿背包這樣練一練，這也是重物訓練這個手臂肌肉的一個好方法。好，再來就是拉單槓，拉單槓我沒有在做了，但是我做伏地挺身，做仰臥起坐，然後做背肌、飛鳥，還有就是上推，這個我都有做做的次數呢，不用每天做，你只要隔天做，或者1個禮拜做個2次，就能得到很好的鍛鍊的效果了哈。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我們的頻道已經開放加入會員，歡迎大家來加入頻道的會員。加入的會員呢，邱醫師會優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問題，而且你留的問題呢，也非常有可能優先成為邱醫師下一個節目的主題內容。我會拍影片來回答你所關注的問題。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